大家好，天堂经典版之前的排队之乱，那个排队数字真的是会让人看到中风。最近就有网友分享，他从228假期一直到3月7号，每次想玩游戏都要面对无止境的排队，付了包月费却连游戏的影子都看不到。一气之下，他就跑去了台北市政府进行了消费者申诉。这个申诉的力道呢，似乎有点大。通常我们跟客服反映啊，往往都会得到的是罐头讯息，但这位网友走的是政府申诉路线。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据他本人透露，申诉完之后呢，他现在登录游戏，畅行无阻，秒进游戏，直接获得了一张快速通关的通行证。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出玩家对于营运方的处理态度极度不满。如果你也是那种每天排队受气的朋友，或许真的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去尝试看看。但也好奇大家是否会觉得这个是巧合，还是官方真的会怕？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有点涉及到游戏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听说某个伺服器的主播，因为他的联盟基本上算是统治了整个伺服器嘛，也就是俗称的包场啊。这种强势的联盟难免会在其他的讨论群或者是游戏中跟其他玩家发生摩擦嘛。没想到不服气的网友竟然肉搜到这位主播呢，他现实中有开一家店嘛，然后去 Google 评论那边刷一星的评价。这件事呢，引发两派的玩家讨论。一派会觉得说，游戏恩怨应该留在游戏里面解决，你在游戏里砍他、围他、抢他的网都没有问题，但去弄人家的现实生意，影响人家的生活就有点越界了，非常没有必要。但是另外一派的人呢，会觉得游戏即现实，他们认为你在游戏里骂人、霸凌、恶意干扰别人，本质上也是在攻击那个玩家本人。既然你在游戏里让我不爽，为什么我要在现实中对你客气？其实《天堂》这款游戏从20年前开始啊，就跟现实脱不了太大的关系。老玩家一定都还记得，以前真的有人拿枪压着人去网咖3角色3装备嘛，或者是拿枪压着人去网咖，等到攻城战的时候，直接压着城主强迫让城的案例。天堂对这一派的玩家来说，就是游戏即现实嘛，似乎是这款游戏 DNA 的一部分。毕竟里面的虚拟宝物也可以用真金白银来买。但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是法治社会嘛，恶意的去灌 Google 一星评价是有风险的。如果这群人从未去该店消费过，纯粹是因为游戏恩怨而集体给负评，这个在法律上可能会构成捏造事实跟毁谤他人的罪责啊。台湾已经有这个没消费却恶意给1星评价判决的先例，是真的会被判刑跟赔钱的。大家在发泄情绪之余啊，千万要慎重考虑，不要为了几次游戏里面的口角被罚钱，那就真的划不来啊。如果你说在游戏里被打到玩不下去该怎么办？其实官方营运政策里面有一条叫做妨碍游戏进行行为，很多人以为在天堂里被砍着人摸摸鼻子认了，毕竟是打架游戏嘛。但其实这条规则呢是有底线的。韩国另一款 MMORPG 也有案例，曾经有一名实况主啊，一出村子就会被一群玩家砍，24小时轮班围堵啊，砍到他根本没办法玩游戏，因为他一出村就被打。然后呢，这位实况主后来就写信到客服中心去检举，官方认定这是属于恶意针对，且导致无法进行游戏。结果那些围堵他的玩家就全部收到了官方的警告。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恶意蹲点，让你完全没办法走出安全区，无法正常游玩的极端行为，就可以利用官方的这条规则去申诉。游戏可以有 PK， 但不能剥夺他人的游玩权利。这也是官方为了保障弱小玩家可以正常游玩游戏的游戏设定底线啊。最后就是 NCSoft 正式通过更名为 NC 了，以后 NC 大哥就真的是 NC 大哥了。NC 大哥还强调啊，要将经典 IP 价值最大化，并且发展全球新 IP 与扩大行动休闲领域。另外还强调现有经典 IP 的表现稳健，目前7款天堂游戏的每日活跃用户维持在150万以上。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对于游戏归游戏，还是游戏即现实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